大家好，我是带着你进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。今天是偏偏说漫威的第5弹，美国队长。上一部说雷神的时候提到，彩蛋里神盾局挖出了宇宙魔方，其实不但挖到了宇宙魔方，还挖到了美国2战时期被冰封的超级英雄美国队长。紧接着一个闪回就回到了1942年，那是一个春天，适逢2战期间，每一个热血青年都渴望上战场杀敌，美国队长史蒂夫·罗大顿也不例外，以下简称大顿。但是大顿在拿上大盾之前比偏偏还要瘦小，唯一的长处就是病历比较长，所以每次申请当兵都被拒绝。他从小玩到大的好基友巴基成功入伍，就好比小时候考试全班都交卷了，就你还没做完题，而且眼瞅着同桌考了个第1名。巴基第2天就要离开美国上战场了，于是约上好基友大顿，带了2妹子，打算再浪一次。他们来到了一场科技博览会，一个小胡子正在介绍自己的产品。有没有觉得这派头之气长特别眼熟？没错，这货就是妮妮的老爸霍华德·史塔克，以下简称老史。因为换了个演员，也难怪大家没认出来。但是这骚气还真是一脉相承。大顿无心跟妹子约会，一个人又来到了征兵中心，这已经是他第5次申请当兵了。然后一个长得很像乔布斯的秃头老教授注意到了他，觉得这小伙子还挺有毅力，放水让大顿当了兵。原来老教授发明了一种强化血清，能把普通人变成超级士兵，但是这种强化血清能让好人变得更好，也能让坏人变得更坏。比如上一个被强化过的人，纳粹特种部队九头蛇的头领红骷髅。所以老教授认为实验对象必须具备极高的道德品质。随后大顿参加了一系列的军事训练，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虽然身材弱小，但是有勇有谋。在这里认识了同样认可大顿品质的特工佩佩。在老教授和佩佩的支持下，大顿获得了成为超级士兵的资格。在实验室里，他先是被注射了超级士兵血清，然后放进盒子里，打开开关，等听到了叮的一声，就可以打开盒子，里面的东西就会膨胀变大。佩佩看着变大变粗的大顿，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这时人群里冲出一个9头蛇的间谍，他抢走了剩余的血清，并且枪击了老教授。然而这个看似严密的秘密基地，特工们的枪法比日本鬼子还差，怎么射都射不中那个间谍，但他顺利逃了出去。大顿施展了自己作为超级英雄的能力，好吧，其实大顿没啥超能力，就是跑得快一点，力气大一点，但是抓个间谍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抓捕的过程中打碎了血清，间谍自己也服毒自杀。这时候全程目睹了事情经过的政府官员找到了大顿，大顿明明可以做一个实力派，却被打造成了靠脸吃饭的小鲜肉，当然不爽了。更不爽的是自己已经被战场上的战友们当成了笑话。特工佩佩安慰大顿，无意中聊起来这批士兵来自107团，刚打了一场硬仗，将近200人被9头蛇俘虏了。大顿一听，卧槽，我的好基友巴基就在107团啊！知道基友被抓的大顿哪还有心思和佩佩打情骂俏？他偷偷潜入9头蛇的基地，这算潜入吗？这好像就是一路打进去的。大顿释放了所有的囚犯，包括好基友巴基，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杀回了营地。大顿也终于成为了真正的超级英雄，并且正式加入了军队。要上战场打仗就需要趁手的武器，要买武器当然就要找史塔克。大顿一眼就从老史家的武器中挑了一面盾牌，要不说大顿眼光毒，这个盾牌可不简单，是用地球上最坚硬的金属正金打造而成，无坚不摧。要是老史知道这个盾牌以后会用来打自己的儿子，会有什么感想？拿上大盾的大顿终于变成了完全体美国队长，打得红骷髅的9头蛇节节败退。而且他们还接获了一个重要消息，红骷髅的心腹土豆博士在一列火车上，大顿带着自己的小队摸了进去，刚上火车就遇到了强大的火力攻击。巴基为了掩护大顿，被打下了悬崖。漫威好像很喜欢悬崖这个梗，上一集鸡鸡刚掉完，这集巴基接着掉。当然和金庸的小说一样，掉下悬崖的人不但不会死，而且必有其余。等返场的时候就直接满级60装横着走了。土豆博士还是被抓住了，他一股脑说出了红骷髅的所有秘密。原来红骷髅根据神话传说找到了宇宙魔方，也就是6颗无限宝石中的空间宝石。通过研究宇宙魔方，红骷髅让土豆博士发明了很多超越时代的强力武器。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飞到美国本土，用这些武器血洗东海岸。于是大顿又带着队伍打进了红骷髅的基地。作为本作的大反派，红骷髅怂的一逼啊！前面大顿救人质的时候就跑了一次，这次同样是一言不合就跑路。大顿追了上去，顺便还和特工佩佩立了一个回来一起跳舞的 flag。上了飞机以后这一顿打，最后只剩下了大顿和红骷髅2个人正面对决。但我感觉他们其实是在同心协力拆飞机，打了半天人没事，飞机快被拆没了。而且他们不止打坏了飞机，还打到了宇宙魔方。红骷髅非常生气，这可是宇宙级的宝贝啊，打坏了你可赔不起。然后只见宇宙魔方一闪，红骷髅就此人间蒸发。据说红骷髅并没有死，只是被传送到了其他空间，宇宙魔方也掉进了大海。BOSS 打完了，飞机也打坏了，没办法返航和降落，按照既定方向肯定要在城市中坠毁，所以大顿毅然决然的开着飞机去了北极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其实大顿并没有死，而是被冰封。有一天大顿终于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，收音机里直播的球赛自己明明在现场看过了一遍，难道自己穿越回到了过去？大顿感觉情况不对，立马冲了出去，来到了纽约时代广场的正中央。神盾局的局座也赶来，称刚才布置的复古房间只是为了让他有点心理准备。原来他这一睡就是70多年。片尾彩蛋，局座找到了正在打沙包发泄的大顿，说这个世界需要他去拯救，准确的说是需要他们去拯救。